当然了，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表态，第一阶段的进展较慢呢，办法不是没有，主要是因为要控制损失。这说明了第二阶段俄军的打法可能要变。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美国继续军援乌克兰，俄军如何避免僵局？4月6号美国参议院以100票全数赞成的结果通过了针对乌克兰的租借法案，这是美国81年来第一次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版的租借法案出现在2战期间，核心呢是这样的一个条款：美国总统可以向任何政府出售、转让、交换、租赁、出借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国防物品。这一版的租借法案对2战胜利的意义是人们都熟知的。那2022年版的租借法案是什么呢？全名叫做《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核心的授权内容呢是这样的一段话：在2022年和2023财年有时间限制，总统可以授权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政府或受俄罗斯联邦入侵乌克兰影响的东欧国家政府出借或租赁国防用品，以帮助增强这些国家的国防能力，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军潜在的入侵或持续攻击性之下保护其平民。显然，这一份法案的覆盖面远远没有1941年的那个法案的广泛。东欧在地理上包括不少的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都算在内，这几个国家显然不会成为租借法案的受益对象了。考虑到乌克兰战争的现实，估计真正能够获得美国军事援助的也只有乌克兰本身，以及北约在东欧的几个成员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呢，这是波罗的海3国了。另外还有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特别是乌克兰的几个邻国。这个法案的出台呢，显然与乌克兰战场上的局势有直接关系，也为美国大规模的军援乌克兰开了个绿灯。只要不超过2023财年对外军事援助140亿美元的一个总盘子，拜登想给乌克兰什么就可以给什么。4月初，俄罗斯军队大规模调整了部署，放弃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围攻，把主要的兵力调动到东线和南线，试图完成从哈尔科夫到哈尔松的乌克兰边境各州的控制。这是一个弯月形的地带战线是相当长。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调整，主要是因为从2月底到4月初，俄军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上打得不算好。马里乌波尔虽然基本攻克，但至今还没有肃清。哈尔科夫已经打成了焦灼。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军队的士气开始上涨了。乌克兰军队已经2次越境袭击俄罗斯的本土了。这个时候，美国出台租借法案，更是起到了向乌克兰注射兴奋剂的作用。根据国外媒体的测算乌克兰在东部战场还有6到9万正规军，俄军并没有能够分割包围他们，而是在顿巴斯前线和他们对峙。俄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如果被乌克兰在某个方向集中起优势兵力，那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当然了，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表态，第一阶段的进展较慢呢，办法不是没有，主要是因为要控制损失。这说明了第二阶段俄军的打法可能要变。乌克兰还顶不顶得住呢？我觉得够呛。有人担心美国今后可能会经常动用租借法案，特别是可能用这个法案来干涉中国的统一进程。1941年版的租借法案表决的时候是存在着大量的反对票的，当时的表决的结果是支持59，反对的30，有相当多的议员反对参加战争。那2022年版的租借法案投票结果是什么呢？是全体赞成。这证明每个政坛已经陷入了极端化。美国曾经标榜的自由和民主，现在甚至从形式上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只要某种东西成了政治正确，位高权重的参议员也不敢违逆。所谓支持乌克兰民主政府是这样的政治正确，所谓保护台湾将来
也是这样的政治正确。所以啊，如果有一天美国搞出一个针对台湾的租借法案来，那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呢，美国人就是弄出这么一个援台法案，又能怎么地呢？美国愿意为台湾长期输血，那我们不介意把台湾变成一个让美国天长日久流血不止的伤口。我就不信你美国的国防物品是不要钱的。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